百期详解红白机全游戏巡礼。大家好，我是雷文。在上期介绍了《大盗五夜卫门外传》，这部作品首次用上了4兆容量的卡带。90年代往后，这种更大的容量被越来越多的使用，再加上额外的特殊芯片，游戏卡带的售价再次迎来了一波价格上涨潮。一些大作的售价8、9千日元已经是常见的档位了。本期除了几款大作，还有一款光荣的游戏，价格来到了11800日元，刷新了他自己创下了9800日元的记录。接下来就进入90年2月的作品介绍。银河避难所，这是一款带有解谜性质的平台动作类的作品，由 Data East 发行，是一款北美独占的 NES 游戏。玩家扮演的角色叫 Dash Galaxy 达什加拉西，一名太空探险家。他被一个距离地球数千光年的敌对文明俘虏，在这个外星星球上充满了奇异的生物、致命的立场和危险的陷阱。主角要从这里逃离并安全地返回自己的飞船。游戏内的关卡分成了多个楼层，每个楼层又由多个房间组成，目标是要进入这些房间，找到必要数量的钥匙并通往下一层。在每个楼层的电梯井区域是一个俯视的视角，这里的玩法类似推箱子，方向键结合 A 键推动箱子，房间的门基本上都被这些箱子挡住，要将它们挪开才能进入房间。来到房间的内部，切换成横向的视角，在这里按 A 键是跳跃，长按方向键从走变成跑，跑步的时候按跳跃键是向前大跨步。没有常规的攻击方式，如果收集了炸弹，按 B 键放置炸弹。进入房间后，房门会关闭，要获得该房间内所有开关图案的道具，门才会重新打开。不管是在电梯井还是在房间内，右下方都有一个氧气槽，它会不断的消耗，氧气用尽就会挂掉，受到伤害会加速氧气的消耗。除了收集必要数量的钥匙，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获得的炸弹可以用来消灭敌人，也可以清除电梯间内的箱子。引爆器的道具能手动的控制炸弹爆炸，如果没有引爆器，放置炸弹后3秒自动爆炸。每收集10个橙色的星星能获得一段无敌的时间，蓝色的星星是分数道具。药瓶可以恢复消耗的氧气，相当于补血。爱心图案的道具能增加1条生命。总共有25个楼层，在每层楼的电梯间都有数字编号。除了能看到的房间，大部分的楼层还有隐藏的奖励房间。把4个箱子推到一起，盖住楼层编号，就能打开隐藏的房间。隐藏房间里能收集额外的橙色五角星。游戏里的各种关卡，房间内主要是蹦床结合平台跳跃和梯子。电梯井内除了推箱子，后面的楼层还有立场，移除立场得消耗一把钥匙。特定的位置也有传送和跳关的区域。这部作品的关卡数量还是很多的，每个楼层的房间都有不同的主题，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丰富。不过不同楼层的玩法特点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操作手感比较糟糕，有些延迟，人物的动作也非常慢。炸弹的爆炸范围广，放置后要躲得很远，对付敌人的作用并不大。游戏的画面水准也不高，个人评价2星半。地球行星射击，按照英文原名直接翻译叫目标地球，这个翻译更加贴合游戏的主题。由 Acclaim 发行了一款飞行射击类的作品，也是一款北美独占的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科幻的宇宙中，200年前，一些地球人被俘虏到外星，沦为奴隶。后来他们赢得了自由，并获得了与外星人平等生活的权利。这些曾经地球人的后代组成了一个团体，派遣了一名志愿者进入太空，希望能再次找到自己的老家地球。游戏由2种形式构成，关卡的前半段是第一人称射击的形式，在太空中驾驶一艘飞船。画面的下方是仪表盘，仪表盘左侧显示一些参数，有坐标、当前的武器、剩余敌人和分数等等。右侧有一个雷达，方向键上和下结合 B 键是加减速度。仪表盘上的红色格子表示当前的速度，长按加速键进入空间跳跃。玩家的左边有一个大地图，被划分成了8×8的方格，地图上的圆圈表示行星，在行星上降落，有时能获得武器或者燃料。每个星球只能探索1次。地图上标有1和2这些数字，表示该地点的敌人数量。来到这个区域的格子内，通过雷达找到敌方的飞船，按 A 键发射子弹将它消灭。初始的武器有激光和中子鱼雷，弹药都有数量的限制，激光连续发射会导致过热，短暂的几秒钟内无法再攻击。
这时屏幕的右侧指示器会亮红，按下选择键查看武器剩余的弹药和切换武器的类型。除了开始的2种武器，还可能得到氩气爆破枪和热追踪导弹。地图上的字母 A 表示军械库，飞船停在这个地方能补充弹药。字母 B 表示友军的基地，作用是修复飞船并补充能量。所有这些行星停靠都只会在仪表盘上显示一行文字，没有额外的动画。当消灭地图上全部的敌人后，会出现一个高亮的字母 B， 表示敌方的基地。进入这个地点开启关卡的后半部分，在敌方的基地内切换成横版飞行射击的形式，左右方向键是加减速度， A 键向前方发射子弹， B 键向后方发射。开始键结合方向键切换武器。场景里有大量的障碍和墙壁，都需要躲开。有向左和向右的三角形图案的道具是前后方的武器强化，像圆圈图案的道具是护盾。总共有8个这样的关卡。每关的模式都是先在太空中清除敌人，再进入敌方的基地，难度逐渐递进。这款游戏的设计构想很不错，有太空驾驶、补给和战斗，还有横版的过关。但具体实施下来没有一个环节做得好。第一人称的部分虽然简陋，但还勉强可以接受。到了横版的部分就太拉胯了，内容单调，操控做得也不好，飞船不灵活，导致不同方向的敌人很难躲开。游戏的 BGM 也很难听。个人评价2颗星。凯迪拉克，这是 Hector 开发和发行的一款桌面益智类的作品。除了在红白机上发行，后来在 Game Boy 上还推出了续作。1999年在 PS 上也发布了一个版本。在开始界面的选项可以选择单人或者双人模式，阅读规则和设置初始的难度级别。游戏的玩法受到了俄罗斯方块的影响，每一局有52张扑克牌，这些牌会一张一张的落下来，进入一个5×5的格子内。52张并不是完整的一副牌，内容是随机的。扑克牌落到下方后会堆叠起来，要像俄罗斯方块一样将它们消除。消除的方块是将这些牌横向或者纵向连成顺子，或者同花，或者同花顺，又或者是相同的数字，最少要凑成3张相连才能够消除，最多5张。画面顶部能够看到将要落下的4张牌，右侧的方框里从上到下显示剩余扑克牌的数量，下面是能暂停思考的时间。难度级别越高，下落的速度越快，再下面是轮次和可以重玩的次数。需要注意，右下方是玩家拥有的金钱，相当于分数。不同的消除方式获得的分数金额不一样，连续消除有更高的分数。在一局里有一个最低的分数要求，不同的难度级别最低分要求不一样，达到要求就能继续玩下去，但要将全部的牌彻底清除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难度级别，这其实是很难做到的。每局末尾剩下的牌会被扣分。这款益智游戏的玩法比较单调，规则也不够完善，趣味性不足。后来的续作里还对游戏的规则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个人评价2颗星。超级魂斗罗，科乐美的经典动作射击游戏，魂斗罗系列的第2部作品。红白机上的这个版本是街机的改良移植，街机的原版叫超级魂斗罗异形的反击，是1988年发布的，难度极高。移植后的游戏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并加入了很多原创的内容，和原版有了比较大的差异。红白机上有3个版本，超级魂斗罗是日版的名字，美版在2个月之后发布。为了避免与伊朗门事件之间产生关联，游戏名改为了 Super C。 美版除了开始界面的标题和日版不一样，其他的内容基本相同。92年发布了欧版 Protector 2邪恶力量的回归，和前作一样，由于审查的原因，欧版的敌我双方角色都替换成了机器人。另外有些贴图略有区别，像是第1关的 BOSS 直升机是蓝色而不是绿色。除了红白机上的移植，当时还登录了几个个人电脑平台，虽然使用了和 NES 美版相同的游戏名 Super C， 但电脑端的移植都是基于街机原版。本作的背景设定在初代魂斗罗的1年以后，地球联邦军在举行军事演习时突然发出求救信号，在分析之后认为是红隼的残党和外星人所为，于是魂斗罗小队的比尔雷泽和兰斯比恩再次出击。 FC 版的系统玩法大部分继承了前作，武器系统上最大的变化是 F 弹进行了改进，
初代旋转的小火球变成了可以蓄力发射的火焰枪，其他的几种武器，机关枪 M、散弹枪 S 和激光枪 L 都直接继承了下来。S 弹依然很强大，总共8个关卡。第2关和第6关是俯视角的形式，不能跳跃，其他的关卡是横版的形式。关于游戏的内容没有必要介绍太多，红白机的这个版本在发布之后收获的评价比街机原版要好。虽然由于机能的差异，有些直接搬运过来的内容不如街机版，但因为有了大量的改动和原创，包括新的关卡、优质的 BGM 改编和更加适合家用机的难度等等，使得红白机版可以看成是一款新的游戏，在与其他版本的横向对比中显得突出而且独特。再和1代的红白机版本纵向比较，这座有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细节变化，敌人发射的子弹都是彩色的，而且颗粒比较大。因为是先接触的2代，习惯这样的氛围后再去玩1代，细小的白色子弹看着就很不习惯，也容易被忽略。另外，这座里的 BOSS 设计给人的印象更加深刻，俯视角的关卡在玩法上更有特色。再加上这是我人生中第1款打通关的电子游戏，个人评价5颗星。信长之野望战国群雄传，光荣旗下信长野望系列的第3部作品，也是红白机上的第2部。本作的红白机卡带刷新了之前光荣自己创下的9800日元最贵卡带的记录，直接涨到了11800日元。这一作的原版是1988年12月在 PC88 上推出的，虽然是系列的第3作，但光荣把第2部信长的野望全国版作为初代作品，本作就相当于2代。红白机上有日版和美版，美版直接以信长之野望2命名。本作在很多的方面都沿用了上一部全国版的内容，基本的系统和之前相同的部分这里就不重复介绍了，想要了解的朋友可以看第34期的内容。游戏的选择界面有2个剧本，第一个群雄割据从1560年开始，第2个剧本信长的野望开始于1582年本能寺之变的前夕。进入游戏后会发现交互界面相比上一代有了很大的改进，图形结合数字的方式呈现我方的各项参数，选择指令在右侧的一个方框里操作。虽然还是有电脑端的痕迹，但相比前作让人头皮发麻的界面要直观得多。本作从之前的1个季度1回合改成了每个月1个回合，最大的改变是引入了之前三国志里的武将系统，这个系统也成为了标配，一直延续至今。但在地图上砍掉了东北和九州地区，少了伊达和岛津2个大名的势力，总共有400名武将，每个武将有政治、战斗、魅力和野心4项属性。政治和战斗的能力总和超过150的武将会被视为战略家，下达命令的时候他们会提出建议。每个武将都有一个行动力的参数，只要达到了指定的值，就可以多次执行命令。这个行动力点数每月按照武将政治的30%恢复，因此本作武将的政治属性非常的重要。由于武将系统的引入，大名也可以设置继承人，大部分的武将会根据史实寿命在当年的3月份挂掉。在战斗的部分采用交错式的方格，每个方格与6个格子相邻，部队仍然分成了骑兵、步兵和铁炮队。有了机动性的概念，一次可以移动的方格数量取决于机动性。除了野战，还新增加了攻城战，野战还引入了时间概念，每天进行早、中、晚3个回合，攻城战每天进行1个回合。应该说相比于前作，这一部在很多的方面都有提升，交互界面、画质和 BGM 都进化了不少。武将和攻城战的加入让战略更加的丰富，不过初次加入大量的人物，有些功能和设计还不太合理，而且过于强调政治能力，也让武将的重要性和真实历史不相符，缩减了地图也比较遗憾。总的来说，放在当时这一作还是质量很高的，而且这代的红白机版本也是相对优质的一版，个人评价3星半。危险刑警，东映动画发布的一款动作射击作品，改编自东映电影公司1989年上映的一部同名电影。在电影之前，它是一部热门的电视剧，而电影的故事内容作为整个剧集的完结篇上映。游戏里的故事设定和电影原作相同，横滨港警署搜查课的2名警探樱山和大夏被重金悬赏，在躲过了一连串的暗杀之后，他们决心摧毁控制横滨的庞大黑道组织迎新会，
随着事件的深入，两人发现警察局的本多局长和银星会有着很深的关联。一开始可以在2名警探之间选择，除了衣服颜色不一样，没有其他的区别，也可以双人同时游戏。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标准的横版射击类型 ，A 键跳跃 ，B 键开枪。一开始的武器是一把手枪，弹药无限，随着关卡的推进，有机会获得有限弹药的机枪和手榴弹。按下开始键，在暂停状态下按 A 键切换武器。再就是爱心图案的道具能恢复3点生命值，这就是全部的道具。游戏总共有9个横版的关卡，在这些关卡里移动的敌人有拿刀和拿枪2种，但都是相同的行动模式。再就是有一种固定位置射击的敌人，除了有几关会出现 BOSS， 敌人实际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前4关从武器制造厂到警察局再到军事基地，完成第4个关卡后来到一个奖励关，在射击场内的第1人称的打靶，每击中一个靶子恢复1点生命。之后的5到8关从郊外到下水道再到贫民窟，第8关之后进入驾驶模拟的迷你小游戏，要在限定的时间内抵达县警察总部，来到县警察局的局长办公室，面对本多局长，再次变成第1人称的射击方式。完成这个部分之后，进入最后一关银星会总部，与最终 BOSS 银星会的会长前尾对决。好像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日版的游戏里都没有看到如此纯粹的垃圾作品了。肉眼可见的粗糙感，画面简陋，敌人单一，操控糟糕，除了顶着电影改编的名头，几乎一无是处。个人评价1星半。勇者斗恶龙4被引导的人们，艾尼克斯的当家角色扮演游戏《勇者斗恶龙》系列的第4部作品，也是红白机上的最后一部。红白机上先发布了日版，在92年发布了美版。这一作的美版和日版差别不大，按照惯例审查的原因，美版少量的画面有些调整，赌场投注机制略有修改，其他的内容基本相同。另外4代后来的 PS 重制版和 NDS 重制版也拥有不错的人气。前3代洛特3部曲的故事完结，从4代开始一直到6代，组成了新的天空3部曲，世界观也发生了变化。在新的3部曲里，有着统治世界的龙神和天空之城的存在。基于这个背景下，讲述勇者拯救世界的故事。在游戏的系统上，由于3代已经很成熟了，本作的系统基本沿用了前作，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新的元素，让可玩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和多样性。很多的新元素在系列后来的作品里也成为了标配，大地图探索、城镇对话、装备物品买卖这些都没有变，昼夜更替、乘船等交通工具也都有体现。本作里的飞行载具是热气球，在指令的菜单栏里，除了前作的6个指令，还新增加了开门和作战2项命令。有未上锁的门，即使没有钥匙，也可以使用开门的指令打开。在探索的过程中，除了宝箱和地面，首次加入了可以检查住宅里的抽屉和罐子来获得物品，增加了收集小徽章，达到一定数量的徽章可以兑换珍贵的物品。还有地下赌场，通过玩小游戏来增加金币的数量，兑换奖品，包括了老虎机、扑克和怪物竞技场。本作新增的另一大特色是马车系统，得到马车之后，游戏后期主角团队最多达到10个人，虽然战斗还是4个人参加，但可以通过变更队列的方式替换队员。在野外，前4个队员会显示和马车一起在大地图上旅行，其他的人在马车内。10个角色中，除了主要的角色，还有次要的 NPC 角色，这些角色战斗时不受控制，自主行动，也不能升级。在战斗的部分加入了 AI 指令系统，到了后期，除了主角勇者，其他的角色根据预设的6种战斗策略自动战斗。本作的故事由5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都是独立的，必须按照章节的编号顺序推进。前4章都是不同的角色完成自己的故事，到了第5章，勇者才会登场，将被引导的同伴们集结在一起。第1章，王宫的战士莱安接受国王的命令，寻找附近城镇失踪的儿童。途中遇到擅长治疗的史莱姆，想要成为人类，击败怪物救出了儿童。莱安也得知了勇者的消息。第2章，顽皮公主的冒险，公主亚丽娜、神官克里夫特和魔法师布莱。公主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踏上旅程，在赢得竞技回到城堡之后，发现居民都失踪了，她需要寻找真相。第3章，武器商人特鲁尼克，他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店铺，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
于是四处游历，筹集足够的资金买下了店铺。当听说传说中的一套武器，他又开始寻找。第4章，蒙巴巴拉的姐妹舞娘玛尼亚和占卜师米利亚姐妹为父报仇的故事。找到杀害父亲的仇人，他们潜入宫殿，在父亲另一位弟子的帮助下完成复仇。旅途当中听说了关于勇者的消息。第5章，被引导者，勇者登场，他的家乡遭到怪物袭击，首领是皮萨罗。勇者成功逃脱，旅途当中集结了来自各地的同伴，完成一系列的任务，收集传说中的天空套装，进入天空之城，打败邪恶势力和大魔王，拯救世界。应该说这一作的丰富度较3代有了很大的提升，新加入的元素、收集徽章、赌场、马车系统等等，为系列后来的作品能够持续保持活跃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分章节和不同角色的故事叙述方式，让勇者以外的角色形象更加的丰富，但这种过于线性的固定叙事缺少自由度，以及主角登场太晚，在当时也都很有争议。我个人还是很喜欢本作故事的，特别是在有限的技能下，通过一些细节的对话和设计，也能有不错的代入感。FC 原版新加入的 AI 指令系统还不完善，角色之间的平衡性也有些问题，整体的难度下降不少。个人评价4星半。北极，这是由 Artink 开发的一款益智解谜类的游戏。勇者斗恶龙1到3代的 HD 2D 重制版就是这家公司负责的。本作的原版1988年发布在几个电脑端口，红白机的这个版本由玻璃佳音发行。游戏共有28个关卡，每个关卡的玩法目标都是一样，只是桌面的布局不同。在一个关卡里，目标是要让蓝色和黄色的小球滚动到相同颜色的方块所在的位置。开局时球都是静止的，按开始键将它们弹起，这些球按照轨道自动运行。能够控制的是画面中蓝色和黄色的开关，按 A 键转动蓝色的开关， B 键控制黄色开关。开关的位置改变后，就类似铁轨变道的原理，球的轨迹会发生改变，但需要注意，只有沿着滚动的方向，开关的2头轨道都被连接，球才会进入对应的轨道。2个球如果撞到一起会反弹，碰到绿色的点位也会反弹，这时运动的方向发生变化，白色的球会产生干扰，到后面还有红色的球，如果和红球相撞，颜色就会直接变红，这就无法完成关卡，需要重来。按下选择键会弹出关卡和速度选择的界面，左右方向键调整速度，上下方向键选择关卡地图。后面的关卡还有改变速度和方向的轨道设计。这个游戏当你实际玩上一会儿，就会发现，想要让球进入正确的位置，首先得让它朝正确的方向运动，这并不容易实现。任何偶然的碰撞都会改变运动的方向。当调整到正确的运动方向后，任何一个错误的岔道又有可能前功尽弃。当所有的球都在动的时候，这么多的开关没有办法完全掌握球的动向，所以要么是碰运气边走边看，要么先逐步限制住其他的球，单独处理其中的一个。不管哪种方式都需要大量的等待时间，这也导致这种玩法并没有太好的游戏性。个人评价2颗星。人间兵器死亡之湖，由亚克系统开发，卡普空发行的一款动作射击作品。之前在第50期介绍过一款游戏雷霆任务，也是亚克系统开发的，但发行方是南梦宫。2款游戏使用了相同的引擎，因此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本作除了日版，很快就发行了美版，美版的游戏名叫代号毒蛇。第98特种作战部队又称为死亡之湖，部队的成员把自己训练成战斗的人间兵器。联邦调查局在打击贩毒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个大型贩毒集团的藏身之处，由于无法直接介入， FBI 向死亡之湖特遣队寻求帮助。这些藏身之处分布在南美洲的7个地点， FBI 曾经派出爆破小组，但都失去了联系。于是琼斯指挥官召回了主角肯尼史密斯，他的任务是摧毁大型贩毒集团，并解救被扣押的人质。开始界面能选择3种不同的游戏难度。进入游戏后，左右方向键移动人物， A 键跳跃， B 键射击。按方向键上会抬头，上加跳跃键是高跳，方向键下是下蹲，下加跳跃键能从上方的平台下落。初始状态下，主角有2格血，显示在画面的左下方。武器是一把手枪，后面能得到机枪。子弹的数量有限，场景里有很多的暗门，
按上键进入房间，有可能获得道具，有可能救出平民人质，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旋转到门的背面也可以用来躲避敌人的攻击。获得的道具有手枪和机枪的弹药，切换到机枪攻击自动连发，而且速度会更快。其他的道具有增加生命值上限的爱心，最高到4个生命，还有延长时间的计时器。总共有8个关卡，前7关是位于南美洲7个不同国家的贩毒窝点：委内瑞拉、巴西、智利、秘鲁、巴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关卡里的敌人不同的颜色代表了不同的行动模式和特点，越往后拿枪的敌人会越多。后面的关卡还要同时应对各种陷阱。在每个关卡接近末尾的一个房间里能救出特工，他们的人物图形和普通的人质不一样，说的话也不相同。救出特工后，画面的左下方多一个手雷的图案，用手雷炸掉障碍就能过关。在2个关卡之间有一段主角和特工在篝火旁的对话，每关都是一样的，然后会展示一段重要的文件信息，这一页的信息随着流程的推进会逐渐补充完整。一段结算画面过后，乘坐直升机飞往下一个地点，清除掉7个贩毒的窝点，信息会被补充完整。这时就发现主角的上司琼斯指挥官就是幕后的黑手。最后的关卡经过一段战斗后，找到琼斯指挥官，进入最终的对决。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雷霆任务的一个升级版，最大的一个优化内容是跳跃后在空中可以改变方向，自主控制，普通的跳跃时也可以发射子弹，操控性变得更好，关卡的设计水平也要优于雷霆任务，不过还没有达到顶尖的水准。除了一些陷阱的设计，美观的模式差异并不明显。前7个关卡也缺少 BOSS 战，游戏的难度很高，很多地方要依赖于背板。个人评价3星半。齐天烈大百科 Apple 开发和发行的一款漫改作品，来自藤子不二雄的同名漫画。最早的漫画连载时间是从1974年到77年。这款游戏推出的时候，有新版的漫画和 TV 版动画正在连载。原著围绕着小学生木手英一，通称齐天烈，他的祖先齐天烈斋著有一套齐天烈大百科，需要用神通镜才能阅读。正好英一跟祖先都喜欢发明，他根据该书制作出了各种作品，包括了最重要的机器人可罗。之后与可罗共同生活，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发展出许多故事。游戏里的故事是发明了一个叫做梦见镜的道具，可以进入梦境玩耍。他邀请朋友前来，不慎将镜子打碎，破碎的镜子失控，将朋友们都卷入到梦中世界。齐天烈踏上了营救朋友的冒险之旅。这是一个横版的平台动作类型，按 A 键跳跃，消灭敌人的方式是跳起来踩，类似于马里奥。带有五角星图案的方块顶一下会出现金币或者补充生命点数的爱心道具。如果头上有平台，跳起后按住方向键上，人物可以倒过来行走。要解除这种状态，再按方向键下。正常状态时按方向键下，主角会把脑袋缩起来，这时人物仍然可以缩头缩脑的行走。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让特定位置的平台下降，到达新的场景，或者是通过一些正常行走高度不够的位置。游戏的最大特色是发明物品，当看到齐天烈大百科书的图案，跳上去按方向键下就能进入发明室。这时之前收集的金币会成为倒计时逐渐减少，要快速的反复按 A 键将发明的进度条填满，完成后获得这个发明的物品，对应的道具就会显示在画面的右下方，按 B 键使用。获得的齐天烈地狱可以向阎王借命用于续关，后面得到的物品大部分用来帮助在关卡内推进。当蹲在场景里某些电视机或者电话上，就会出现提示信息或者是同伴的对话。完成关卡后救出同伴，救出的同伴会跟在主角的身后。同伴不能攻击，但他们碰到敌人也会有伤害的判定，所以是妥妥的累赘。按下选择键能让同伴和主角的位置重叠，这是一个要经常使用的操作。总共有5个关卡，每个关卡被分成了几个部分，除了第1关以外，后面的关卡里都有 BOSS。 每次切换地图后，之前获得的发明就会消失。这款游戏的场景种类还是比较丰富，有街道，也有模仿马里奥的水下区域，还有野外森林和遗迹等等。不过氛围有时显得有些诡异，操控的手感很差， BOSS 战设计的也没有什么意思，发明道具也没有和关卡很好的融合。
最为拉低游戏品质的是同伴的设计，相比主角，他们总是会滞后，很容易被攻击或者是失误，导致难度很高，也破坏了游戏的体验。个人评价2颗星。恶魔君魔界的陷阱，东星开发万代发行的一款角色扮演作品。游戏根据水木茂的妖怪漫画《恶魔君》改编，漫画的原作有多个版本，连载于上世纪60、70年代。不同版本里的主角不一样。游戏推出的这个时间，有 TV 版的动画正在播出。原著不同的版本，有些是共同的基础设定。主角是万年一遇的天才儿童，绰号恶魔君，可以召唤恶魔，使用福斯特博士给予的所罗门之笛来控制恶魔的力量。他的追随者被称为12使徒。本作游戏里的角色来自于当时同步播出的动画，原作的这些通用设定在游戏里也有体现，但剧情基本算是原创。恶魔君要和12使徒一起击败企图征服世界的东岳大帝。故事的一开始，恶魔君出现在城镇内，此时的画面是横向滚动的测试图，左右移动可以和路上的人对话，按上下方向键进入房屋，通过小镇里的一根电线杆与主角所在魔界的隐形学校进行连接。来到大地图上或者是地牢迷宫的场景，以 RPG 游戏常见的俯视角视图显示，但人物的比例要更大。本作的恶魔召唤和魔法系统相当的有特色，一开始主角就拥有6名使徒恶魔，在地图上移动时最多携带3名使徒一起行动。遇敌进入战斗画面后，这3名携带的使徒直接能用于战斗。主角恶魔君除了 HP 血量，还有一个 CP 的数值，游戏里被称为控制力，可以消耗 CP 召唤使徒参战。CP 足够时，可以一次把拥有的使徒全部派上来。在战斗的过程中，可以让使徒自动战斗，也可以对他们下达指令控制他们战斗，但下达指令要消耗 CP 值，而自动战斗不会消耗 CP。 随着主角等级的提升，使徒的实力也会随之增加。每个使徒都有一个情绪的参数，分为3种状态：微笑、面无表情和愤怒。当他们的情绪高昂时，会与恶魔君合作，即便是没有召唤也会主动前来支援。情绪低落时则不会听恶魔君的命令，什么也不做，甚至直接离开。吹奏所罗门之笛可以恢复他们的情绪，但每次只能恢复1个。还有一个魔法阵系统，恶魔君可以前往魔法研究所进行试验，将6种不同形状的魔文字排列组合，放置在魔法阵上的6个点位。如果组合的正确，就能学会新的魔法阵咒语。正确的魔法阵需要依靠信息的收集，排列组合太多，随机猜测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成功的。这些不同形状的魔文字属于消耗品，已经学会的魔法要在战斗中使用，并不是消耗主角的 CP， 而是消耗该魔法阵对应的魔文字。可以通过在商店购买，在赌场获得奖励，或者是击败敌人来补充这些消耗。使徒自己也会魔法，但只能在战斗中使用，自动使用时也没有消耗。游戏的流程，主角要先从所在的隐形学校毕业，毕业的条件是击败地狱的3头犬，然后让剩下的6个使徒加入，集齐12使徒后找到东岳大帝的所在地，并将他击败。这部作品可以算是万代目前在红白机上最好的 RPG 游戏了，图形和音乐的质量上乘，使徒和魔法阵2个特色的系统完成度相当的高，每个使徒都有自己的特点，战斗的策略性很强，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运用合适的使徒组合进行战斗。虽然可以一次召唤所有的恶魔，但由于所罗门之笛使用的次数受限，登场使徒的数量越多，他们的情绪越难以控制，因此并不是越多越好。恶魔君本人的实力较弱，主要的作用除了吹笛子，就是配合使用不同的魔法阵，组合的好会产生强大的效果。游戏的缺点也比较明显，战斗节奏太慢，消耗的时间相当长，一方面角色多，另一方面各种动画效果不能跳过。作为 RPG 游戏，故事太单薄，应该说是极致的简化，重点基本是升级和跑腿，大部分游戏时间都在战斗上，这也导致内容不够丰富。个人评价3星半。战龙者，雅典娜公司开发的一款横版动作类作品。原版是一款1989年的街机游戏，和很多这类移植一样，由于机能的差异，登陆红白机之后内容进行了调整，先后发行了日版和美版。美版由 SETA 发行，在开始界面的游戏名和日版不同，
叫做龙之城堡，这个标题与阶级版相同。达克拉扎帝国的国王戈尔达为了征服世界，复活了被封印的龙王兹里夫，但龙王并不受他的控制，将帝国摧毁，接着派遣怪物入侵其他的国家，抓走了温拉里王国的公主雷拉，接着就是屠龙救公主的故事。日版和美版的背景设定稍有不同，但基本的主题没有变。每个关卡开始前都会显示大地图，要从最开始的温拉里城堡经过异端森林到达达克拉扎城堡。在横版的场景里 ，A 键跳跃， B 键挥舞剑攻击，主角拿着的盾牌可以防御前方的攻击，按方向键蹲下来时会将盾牌举起。只有一条生命，画面的右上方有2个树槽，一个是血槽，另一个是经验值。只有消灭小 boss 以上级别的敌人才会获得经验，经验槽填满后增加生命值的上限。游戏里的道具主要是武器和盔甲，都是消灭敌人掉落。获得盔甲后，人物图形会变化，能够增加一些防御力。穿盔甲状态如果血槽耗尽，会退回到没有盔甲的状态，因此相当于多了一条命。武器道具有临时性和永久性2类，临时性有火焰剑和雷电剑，拿到后自动使用，但过一段时间效果消失。火焰剑发射一个半圆形的喷射火焰，雷电剑向敌人的头上投掷闪电。永久性的武器中期有匕首和晨星锤，这些武器要按开始键切换。匕首能够投掷飞刀进行远程攻击，晨星锤的攻击力高，但每次挥动都会消耗体力，碰到小妖精时能补满生命值。总共有8个关卡，游戏里的杂兵不多，威胁也不大，主要的战斗内容是各种级别的 BOSS， 有头领级的小 BOSS、中 BOSS 和大 BOSS， 越往后的关卡 BOSS 级的敌人数量越多。进入达克拉扎城堡的区域之后，在地图上可以自由选择关卡的顺序，但要击败龙王需要先集齐4件圣物：黄金铠甲、水晶球、龙鳞盾和屠龙剑。这些圣物要消灭不同关卡的大 BOSS 获得，最后再面对最终的 BOSS 龙王兹里夫。这款游戏虽然移植时修改了很多内容，没有原样照搬，但素质并不高，人物的动作僵硬，操作也比较差，画面不太连贯，还经常出现拖慢。虽然主打 BOSS 战作为特色，但敌人角色大都反复出现，攻击的模式总共也就那么几样，关卡设计也缺乏亮点。个人评价2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个系列，还请多多支持。咱们下期再见。